是 Ryan Wrong。今天这支影片想要跟大家聊聊的主题是远离铁锈人，对你的人生才有帮助。那会临时录这支影片，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最近刚好遇到不少类似的人或事，也有朋友跟我分享他们在职场上碰到的状况，而大多数遇到的问题都跟这种人有关。很多时候你可能会碍于情面或是场面，不想要把话说破撕破脸，但久而久之你会发现，你会不知不觉的被这种人给侵蚀或污染，最终要么同流合污，要么就是陷入严重的内耗而已。那我称这种人为铁锈人，并且归类出这种人的4大特质。第一点，只讲对自己有利的部分，营造自己是合理或是博取同情。第二点，比起解决问题，更想要寻找舒适圈，找人抱怨。第三点，擅长逃避或推卸责任，或是用双重标准来宽以待己，严以待人。第四点，通常本事不大，但脾气却不小，多少有点情绪控管问题。以上4点，通常只要有一点，基本上就会被我归类为铁锈人。那以我来讲，我一开始遇到这种类型的人，我可能还会觉得说，说不定这些人有他的苦衷之类的。以前的我可能还会认真听一下这些人描述的事情，但真正去了解事情的始末之后，就会发现，其实这种人，他们不会客观的描述事情，他们根本没有想要解决问题，他们只想要找到认同他的人，建立起一个舒适圈。所以，如果当我判定这个人属于这种类型的话，我会尽快结束话题，并且远离这个人，因为在过往的经验中，你花时间在这种人身上是浪费时间的。他们如果真的想要改变的话，只能靠他们自己，其他人能做的就是尽量远离而已。那如果你遇到这类人，或是刚好正面临这类的问题的话，可以听听看该怎么分类，以及最后我会分享如何大幅度的避开这种人。OK， 那回到如何分辨的话题上，在我们的生活或是职场之中，我们会遇到很多的人。一开始你可能觉得这个人好像还算是正常人，但随着相处的时间变久，或是更深入之后，你会发现初期的印象只是一种假象，实际上这个人非常的难搞，甚至对你或工作上造成很多的影响。严重一点的状况，甚至是他很有可能拖垮一个团队或是一个公司，或是让你陷入到低端的泥沼之中。那在分享案例之前，我先讲一下为什么叫铁锈人这个词，忘记在哪里看到的，但它是一个人才分类的方法。简单来讲，这个方法是把人分为4个等级：金、钢、铁、铁锈。那金自然不必多说，是最高级的人才，这是不管他到哪里，他都可以表现得很好。正所谓金子到哪都会发光的道理是一样的，所以大部分的金子通常都是创业的老板或是高阶主管之类的，而钢、铁、铁锈这些就是组成基本劳动力的人才。绝大多数的一般人都是属于铁的类型，极少部分的人可以从铁进化成钢，那钢就是中低阶主管的角色，而铁锈呢，就是指那些在职场上或是在生活中本身就很烂的人。这边的烂不只说的是能力，包含性格、为人处事等都包含在内。那铁锈通常烂了没有关系，关键是它会去影响到其他铁等级的人，但它也只能污染到铁等级的而已。金跟钢本身是很难受到影响的，但往往他们却要去处理这些铁锈引起的麻烦事，而且通常都是耗时耗力的事情。所以我的建议都会是，如果发现这个人是铁锈的话，就要尽快把它处理掉，不然就是远离或是隔离他，千万不要觉得人是可以轻易改变的。那回到案例的部分，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2个案例，一个是比较偏向职场的，一个是比较偏向生活的。先以职场上的案例来分享经验。我之前在某个职场上工作环境是一个全开放式的办公室，基本上没有把部门都隔开，所以同事之间讲话或多或少都听得到，比如说八卦或是抱怨之类的都听得到。因为我那时候是以技术资源特招进公司的，所以对主管或是老板来讲不算是一般员工，但基本上还是维持员工的待遇，加上其实工作内容对我来讲没有什么难度，所以我通常可以分心去听别人在讲什么。其中有一次印象深刻一点是，我的位置大概隔1公尺左右就是美术部门。那天刚好有一个新的美术新人刚来不久，然后他东西画的也不错，我也看过。有一天刚好临近下班的时候，他还在画图，那他的前辈就跑去跟他讲说：你不要画了啊，都已经下班了，干嘛还不走？然后新人就说：没有啊，我想说告一个段落我再走就好。前辈就跟他讲说：你多画，公司又不会多给你钱。然后新人起初是不想走的，但架不住前辈这样子软磨硬泡，最后就是东西收一收就回家了。那可能有人听到这边就觉得没有啊，很合理吧，时间到了就下班很正常吧。以我的角度我也觉得很正常，但如果只是这样当然还好。接着后续这个前辈就开始去腐化这个新人，比如他工作上的时候会跟新人说：你这个随便做一做就好，反正主管他是外行的，他看不出哪里有问题。结果东西交出去直接被客户打枪退回来，然后还是这个新人要自己重画。又比如他自己收到一些修改的反馈时，
他会在那边一边靠北说这样改很麻烦啊，客户是给多少钱，为什么他要帮他改之类的，甚至跑去叫主管过来问说这个客户对方是不是外行的，为什么要改这些东西。但重点是我自己也看过这些修改意见，我觉得很合理，因为最大核心的点就是你画图很丑或是有问题才会被提修改，他还不是提一些很刁钻的东西。然后这个美术前辈他除了自己的修改要靠北之外，他连别人的修改意见他也要去靠北，而且他通常是靠北他的主管，甚至到最后他还去跟主管说，你以后接案子要先跟我讲这个案子多少钱，我再评估我要用多少心力去画。我听到这句话，我心里就冒出一个很大的问号，这个公司是你家开的吗？怎么讲的好像你画的图很屌一样，人家是求着你画的感觉。总之这个美术前辈是公司最早的时候找进来的，资历算是最老的，加上他们的主管是外行，不懂美术相关的东西，所以导致这个美术前辈没有人可以制衡他，也就间接导致他逐渐在影响整个美术团队。那最后也因为他的关系，到后期整个美术部门总共8个人，每个月的人事开销大概30万到40万左右，但平均1个月产不出一张图，最后还因为品质的关系连案子都接不到。那讲到这边，我想一定有人就会有疑问说，那怎么没有人出来管？其实早在一开始的时候我就有发现不对劲，我就有跟主管或是老板提过这件事情。那我那时候也很坦白的直接讲说，这个人目前他已经在影响整个团队的氛围，你们可能要做绩效的考核跟约束，不然很有可能会出现劣币驱除良币的状况。但这间公司因为是新创，加上主管非专业出身，所以每当他们要去讲什么的时候，或是尝试管理这些美术的时候，就会被这个美术前辈用你不尊重我的专业，或是不然你自己来画啊给打回来，所以导致公司一直无法有效的做管理。所以可想而知，后面这个公司也撑不住这样的亏损而倒闭。那自己后来这间公司的老板跟我吃饭的时候，他亲口跟我承认说，当初早该听我的建议把这间砍掉，就不会落得这样的下场。以及这个美术前辈在公司倒闭之后，还不断在社群上攻击前公司，说公司很烂，钱给的很少，但是自己的问题一点都没有讲。不过这些都是后话了。上述这案例最主要传达的一点是，铁锈人对一间公司的杀伤力有多大。这就是你放任一个铁锈人，他不断的去腐化其他人，导致你最后想救也救不回来。即使你有金或钢的人才也没有用，因为对于金或钢的人来说，我今天我发现我职场周围的人都是一些杂鱼，那以他们自身的实力，他们可以直接换下一间公司就好，他们不需要留在这边委曲求全。所以这就会形成一个状态，就是烂的人会留下来，但好的人会不断跑掉，这就是所谓的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那除了职场上的铁锈人之外，其实还有很多的铁锈人是所谓的同学、朋友、男女朋友之类的，只是有时候碍于情面，你可能不觉得对方是铁锈人，但是其实你已经悄悄被这种人给腐化。那我们要怎么辨别这些人呢？我就举一个我身边的案例，这个人我就化名他叫小 A 好了，是因为工作的关系认识的，因为不熟，所以还算不上朋友。就在初期合作的时候，会觉得，这个人好像还行，没什么问题。但随着合作时间拉长，我也开始发现，小 A 有出现铁锈人的特质。那为什么我会知道呢？因为小 A 他自己有个习惯，就是他不管遇到什么事情都喜欢 po 文，所以我才会知道这么多的事情。而且很魔幻的是，尽管这件事情小 A 不占理，他的同温层基本上没有人会去捅破这层窗户纸，所以就更加深他喜欢在他的同温层里面去 po 文的这件事情。就举几个在合作期间观察到的一些案例来分享。比如小 A 他已经30几岁，快40岁了，加上他已经待业2年多了，而且基本上待业的这2年期间都是窝在家里打电动而已，没有做任何进修的事情。那年初的时候才决定去找工作，前后后投了30几封履历，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类似行政职的工作。结果入职的第1个月就请了2个事假，1个病假，2天迟到。但是他在社群上讲的却是，我虽然有请假，但是扣完全勤之后薪水这么少，我是不是该换工作了？然后底下社群清一色都在这边安慰他说，没事啦，这种烂公司还是换一换比较好啊，有扣全勤的公司一律建议换掉之类的。但是我是知道细节的人，我才发现，我靠，这个人故意只讲部分的事词来博取同情。第一个，全勤奖这个东西是当初入职的时候应该就告知了吧？那为什么你请假才要 po 文来靠北这件事情呢？第二个，这些假是不是你自己请的？是，那你请假扣薪水，这不是很正常的吗？然后他经营的同温层居然没有人跳出来说一句逻辑正常的话。接着生活上也是有遇到类似的状况，遇到他不占理的事情，他就会在同温层 po 文公审或者讨拍。比如他在社群上讲他去吃饭，因为他没有依照规定点到低消，所以就直接被老板吼。但是这个吼也有可能是老板不耐烦的叫他
他点到低效而已。总之回家之后，他就在他的社群上 po 文讨拍，那一样同温层的人都是一致挺他的。我看到这边就很他们，大家都是眼瞎吗？他都说了没有依照规定点到低消啊，你不懂规矩被骂不是很正常吗？然后入职还不满3个月，光是抱怨公司的 po 文每周就有一则，那其中一则原文是这样的：现在是怎样？公司这些消息为什么都没有讲？那看这则 po 文的留言区才知道，原来是公司有人事异动，然后这个异动的人可能是跟他上班比较好的同事，但这件事情理论上跟他一点关系都没有，他就觉得公司的处理有问题，跑去呛主管说为什么没有跟他讲。他就依照他自己的价值观觉得，即便是跟他没有关系的同事离职，他也应该要知道这件事情才对，讲的好像这间公司是他开的一样，明明这件事情就跟他没有关系。但更好笑的是，他在这之前也自己曾 po 文说他请事假之类的都是随便乱写理由的，反正公司也会照常批假。但如果照他的逻辑来讲，你要求别人要把无关的消息也跟你讲，那你请假的事由是不是也应该写清楚？所以这是不是一种双标？接着回到他的工作上，他就只是一个未满3个月的行政职，但他光每周呛公司或呛主管的 po 文就不少，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本事不大，但脾气却不小。可能有人会说，他就是真性情，敢说实话之类的，我觉得也合理。但是这样做的代价，你就是要自己承担。所以果不其然，不到3个月就被公司以不适任为由给直接火掉了。甚至被火掉之后，他还在 po 文说，他其实早就不想做了，公司的制度很烂之类的 blah blah 的一大堆理由。那回到案例说明这边来看，从上述几点来看，就可以知道这个人完全符合铁锈人的特质。假设我是公司，我也会觉得这个人莫名其妙。明明还是个新人，工作还时常请假就算了，还会因为一些不关自己的事情而情绪不稳定，甚至他的逻辑也是双标的。像这种不稳定又没有能力的人，对于公司来说，其实早点赶走对公司是最好的选择。另外，这个人我在工作上也算是认识的，所以我从旁观者的角度来看，我也会觉得这个人怪怪的，是我就不会再找他合作。因为你试想一下，假设你继续和这个人合作，他会不会把对公司的那一套搬到你身上？所以他一不高兴就在他的同温层里面去靠北说他的合作对象如何如何的，所以尽快远离这些人是最好的选择。那讲完如何判断之外，总有一些机会你是会遇到这种人的。那如果在工作中或生活中遇到这类型的人，你该怎么办？首先，如果你是公司的老板或主管的话，应该当断则断，能够越早把人处理掉越好。如果你抱持了这个人多少还是有用的话，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根据过往的经验，你把铁锈人留下来，反而会让你的团队人才外流，或是找不到更好的人，就是劣币驱逐良币的效应。那这边必须提一下，这时候可能有些人会觉得说，这是老板或是主管没有尽到把关的职责啊，才让这些人加入到团队内。但我必须老实讲，即便是合作关系，你有时候也很难察觉到这种人讲话到底是不是真的。就像第一点特质我提到的，他们只讲对他们有利的论点，这个在没有第三方的证词的时候，就很难去判断真伪。举我自己的案例就是这样，我们有活动需要跟一个网红做合作，那因为初次合作的关系，所以我们就先找比较小的网红来合作。这个网红在过去也没有传出不好的事情，双方在很早之前我们就已经先谈好合作的细节跟内容，基本上就是我方这边出钱出力 cover 掉整个活动的成本，而网红则是在活动期间尽量去做宣传，互相去获得曝光，并且活动的盈利所得会先拿来弥补亏损的成本。那如果有净利润的话，就依照比例来分润。简单来讲，这个活动对于网红来讲是一个风险值很低的活动，他只需要在活动期间内有帮忙宣传就好，风险基本上都是我这边扛。那都谈好之后，活动也于3个月前有提前告知过一次，时间快到的前1个月也有再提醒一次。这时候这个网红就跑来说，他时间瞧不拢，他只能简单的帮忙宣传之类的。那这能怎么办？我宣传成本都花了，图也印了，那就只能照流程继续跑嘛。结果想当然的，活动的成效非常的不好。但好笑的点来，这个网红在下个月有自费参加类似的活动，反而他很积极的去推他自己的活动，完全看不出来是时间上瞧不拢的问题。那很明显嘛，他就是双标，他想要2个活动效益都吃到，但是他不想要自己自费的活动成效不好。
最后，当活动的合约结束之后，有人问到这位网红说：“这个活动成效不好，你怎么看？”那他给出的回答却是：“没办法，双方都尽力了，成效不好也没办法。”但实际上，活动期间他只有做简单的宣传，跟我们当初约定好的内容不一样。反观他自己的活动，宣传的就很积极，就很明显的可以知道，他只讲对他有利的论点，而外界对这个活动的认知就是：他其实有做好，只是因为其他原因导致成效不佳而已。所以未来有人要继续找这个网红合作的话，他是不知道这件事情的，所以就很难在初期就把有问题的人给筛选掉。那接着回到个人的部分，因为通常个人是没办法决定跟谁合作的，所以如果你们只是日常上相处的话，当然会比较好处理，就很简单，不要理他，躲远一点就好。但如果是工作上的同事或是前辈的话，就会比较麻烦一点。加上公司如果没有察觉或是没办法处理的话，通常这就会变成螃蟹效应，你要做的只有2个选择而已，加入或离开。那不过我个人会建议，如果是个人的话，应该要尽量成为那个良币，因为只有你自己的能力、心态、工作态度够好，你才能摆脱低端的职场环境。因为就像我前面提到的第4点特质，这种人大多都没什么本事，所以他们只能做一些没有什么门槛的工作。想当然的，这种人就会大量的存在于底层的职场环境中。另外，人以群分这句话是有道理的，就像同温层一样，这种人通常会是一个集群。如果你真的想要变好，想要不受这些人的干扰的话，就只能努力往上爬，有足够好的实力、技术，做好对人对事应对进退，就能逐渐找到比较好的工作环境，或是有技术门槛的工作，就可以慢慢的跳脱出这个恶劣的环境，也就间接的远离了这类型的人。好了，以上就是本次影片的内容，希望大家都可以远离铁锈人，避免麻烦事与内耗，而过得越来越好。那如果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底下留言告诉我。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啦。